2023年有哪些必入的乐高套装？哪款设计最经典？哪款最好玩？哪款性价比最高？本期视频呢，我们会以G玩家的年度玩家投票排行榜为基础，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评测情况，来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盘点。一共有10款，其中8款来自大家投票排名靠前的8款套装，另外2款则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虽然没有排名进入前10，但同样也值得关注的2款套装。同时，所有盘点出来的这些呢，我们也都发过深度评测视频，想要进一步详细了解的玩家，可以在之前的合集里面找一下。以及排名靠前的未必适合自己，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全面的了解一款乐高套装的特点，从而去挑选一款自己最中意的套装，我们这里也为每款套装在5个维度下分别给出对应的主观评分，仅供大家参考。第8名76269复仇者大厦，高度达到90厘米的镇宅级套装，除了还原电影中的多处细节场景和小彩蛋以外，人仔数量更是达到了31个。虽然乐高并没有为这款套装设计机械联动，但在建筑的一些曲面搭建方案上还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至少对于漫威迷来说，这款套装确实不容错过。第7名42154福特 GT， 一款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的精致小跑车。虽然比例是1:12，但却延续了此前1:10跑车的功能定位，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乐高是将此前1:10跑车的功能设计做了下沉的操作，以及大量小型科技面板的应用，也意味着乐高在未来的跑车外观设计方面会呈现出越来越精细化的设计方向。第6名42156标致勒芒赛车，如果把过往几年的一共3辆1:10跑车放在一起，这辆标致 9X8 无疑是最特别的一辆。倒不是因为它的勒芒赛车题材，而是它是乐高迄今为止唯一一款有限的还原出了拉杆悬架结构的作品。虽然是有限的，但也可以说是在现有零件基础上的最大程度的还原。第5名42161兰博基尼，这款能排到第5名，说实话有点意外。不过不知道会不会有一部分玩家是看到兰博基尼就直接投了，毕竟是一款零件数只有806片的小型套装。不过还是可以说一下的，作为小比例跑车，200元的价格带，非常丰富的套内 mock 作品是这类套装的最大亮点。第4名10317路虎卫士，一款设计了悬架结构的砖块类越野车，作品定位其实和10256、10295是一样的，除了作品本身的还原度以外，对于这个作品的套装，通常套内作品的数量及其优秀程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指标。而虽然上市并没有太久，但这款10317却已经有了比如我们评测过的悍马越野车这样优秀的套内 mock 作品。第3名76210反浩克，当然这里其实并不是指官套，而是指的 Ransomford 设计的这套零件利用率高达96%的套内反浩克，而能够把可能是2022年玩家最不喜欢的乐高官套之一的76210，全凭一己之力带到2023年的第3名，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应该也不是很夸张了。这款 mock 作品不光是拼完以后摆着帅，拼搭过程中可以看到的一些作者的角度创建方式以及骨架结构也是非常值得学习。当然，毕竟是差不多4000片级别的套内 mock， 由于享受不到官套的零件分包，找件是比较消耗耐心的。想要体验的话，对此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第2名10323吃豆人街机，本来我们以为这款会排到第1名的，没想到只是排到了第2。我们预期比较高的原因，主要是在于它是一款具有非常精彩联动的砖块类套装，所以具有相对比较大的人群覆盖。也就是说，不管是喜欢砖块类的，还是喜欢科技组的，应该都会比较喜欢这种题材。设计师非常巧妙地使用了连杆装置，实现了外圈小鬼怪不断转圈的同时，中间巢穴里的小鬼怪还可以不断的左右移动，而藏在街机里的小场景，街机顶上按一下可以翻转的小鬼怪，仿真的摇杆和按键，以及还有这个计分牌等等这些精心的设计所带来的强大的可玩性，必然会给所有拼过它的玩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第1名42146利博海尔起重机，作为一款争议比较大的套装，排到第1名其实是让我们有点意外的，而且从票数来看，相对于第2名的优势还不算小。那争议点一方面是在于它的体积，尤其是横架臂的高度没有达到一部分玩家的期待，另一方面就是按照 PPP 来算出来的性价比呢有点偏低。不过在一系列乐高套装中，它巨大的体积以及丰富的可玩性仍然还是让它显得非常的特别，以及反正投票只是说你喜欢不喜欢，而不用花钱把它买下来，所以性价比方面的劣势可能并没有体现在投票结果中。而且我们之前也算过，如果按照重量来算性价比的话，其实这款套装的表现并没有那么糟糕。总之就是看大家怎么理解了。最后2款则是我们另外挑出来的，感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的套装。第1款42152救援飞机，作为一款在题材方面基本没有什么竞争力的套装，在玩家投票结果中最终是排到了乐高的第15名，其实已经是非常不错的表现了。这款套装最大的亮点就是按一下可以让螺旋桨不断旋转的这个弹性压杆设计，另外巨大的陈列展摆体积也会让你在拼完以后感觉非常的超值。
第二款42159雅马哈摩托也是乐高第2款大比例摩托作品，在本次玩家投票中排名乐高第11，这个排名显然远不及它的前任，也就是宝马摩托的水平。不考虑 IP 吸引力的问题，这款套装主要是在外观搭建方面表现非常一般。不过首次出现的换挡相关的这些底层零件，可能会给整个乐高科技组套装的功能与联动设计带来非常大的想象空间。对应的这些零件在这款雅马哈摩托上的应用，也是这款套装最值得研究的地方。好啦，那以上就是本期给大家盘点的10款套装，最近还会有国产积木的相关盘点，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哦。咱们下期见，拜拜。